因为受伤了。您怎么会？今天算你命大。好好的牢房，为何会起火？府兵们说，找我之前，那个楚大人来过。楚怀民啊，他人呢？父亲，您看，父亲。 楚怀民，这火是你放的吗？不是，侯爷，不是我。儿子亲眼所见，楚怀民放火之后想要逃走。是他，他想杀了我，杨震跟曲调都被他。侯爷，他的枪头对准的是您呐，侯爷。 侯爷，中州传来急报，雨势太大，堤坝多处被毁，河水倒灌，淹了下游数万亩良田。那中州的百姓如何？沿岸百姓提前得到了警示，已经撤离了很多，但还是死伤数千。还有一事，中军都督傅志松将军亲自带军防范灾涝，堤坝被冲垮时，傅将军也被卷入巨浪之中。 尸首已在下游找到。把楚怀民押到大理寺。去，侯爷，藏海，你不得好死啊！不得好死！哎呀，快去取水来呀！快！快点！ 侯爷，医官马上就到了。一点小伤，无需大惊小怪。等他们来了，都处理好了。继续。那侯爷忍着点儿。果然如你所言，大将军殉国，大庸折损了一名大将。不瞒你说。 本侯倒是松了一口气。这几天一直在想，这将星会不会是本侯？侯爷多虑了，小人曾经跟您说过，侯爷吉人自有天相。本侯征战沙场几十年，从没怕过死，但在京城住久了。 心就和从前不一样了。还好本侯有你，能替本侯未雨绸缪。侯爷，小人一介布衣，承蒙您看得上，才能为侯府出谋划策。今日若不是您出手相救，恐怕小人已死于火中。藏海，本侯之前一直把你当幕僚看待，兵是兵，将是将。但今日从火场救你出来后，我才发觉，原来本侯。 早就当你是自家人了。之前这样对你，那是情急所致，别怪我。小人不敢，都怪小人先斩后奏。行了，你也是为本侯着想，你说的我也能听得明白。我很难去信任一个人，别辜负了我。 小人定不负侯爷厚望。
奉天承运皇帝敕曰：钦天监监正楚怀明错勘天象，延误祸情，致使中州大涝，伤民伤财，又欺上瞒下，谋害人命。今罢免官职，贬为庶人，流放3000里，刑前杖责50，即刻行刑。自从藏海进府之后，侯爷身边的可用之人越来越少。先是杨真和瞿娇，现在连楚怀明也入了狱。侯爷仔细想想，这桩桩件件，最得意的人是谁呢？难道不就是那藏海吗？您一心待他，可他怎么尽做些排除异己之事呢？排除异己，夫人，你是这么认为的？藏海一进府，便跟知行走得亲近，恐怕是看准了知行这孩子生性淳朴，喜欢结交朋友。昨日楚怀明竟能被知行所擒，怎么偏偏会这么巧呢？你是说，知行知道楚怀明要来放火，早在那儿等着？夫人，你是侯府主母，容得下知府出息，怎么知行出息了就容不得呢？侯爷误会妾身了，妾身只是担心您以礼相待的好幕僚，其实并非对您一心一意。夫人说的我都明白了，你先下去吧。夫人，侯爷，刚才说的都听到了吧？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大夫人只是说对了一半。二公子参赛夺魁，的确是小人所授，但小人怎么能料到楚怀明会来放火杀小人呢？昨日走水，所有人都奔司牢而来。楚怀明放火后仓皇逃走，必定可疑。那二公子撞见了他，自然是要捉他的。不过，小人承认，小人的确与二公子走得近了些。侯爷，小人斗胆一言，二公子有将帅之才，若只是在不打球赛上施展，还远远不够。你的意思是想让知行从军？是。大公子出类拔萃，如今已是朝廷的栋梁，但庄家历代征战沙场，侯爷又立下赫赫战功，若后继无人，小人心中实感可惜。知府确实不是行武的好料子，但知行，只怕你是看错他了。过去的二公子的确散漫了些，不过这些日子他勤练武学，从不懈怠。他之所以可以这么快地脱颖而出，除了自己的努力，靠的就是身上流淌着庄家的将才之血。你现在就为知行谋划未来之事，会不会早了点儿？小人本就是侯爷的家臣，自然要为侯府的将来谋划。若是侯府能在朝廷上有一文一武相互倚仗，那将来的基业就会更加稳固。你眼中看的，心中想的，
都比本侯要多。侯爷和小人说过，会把小人当一家人，那么小人也就把心里的话都说给侯爷听。本侯当年身边像你这样的人，一个违帐都做不下，但他们都死了，为本侯而死。你怕死吗？回侯爷，小人曾经说过，小人怕死，但更怕白活一场。想必当年跟随侯爷的人，都死得其所了吧？今天让你来是有件事。钦天监监正的位置空了出来，我问你，这个差事，你想不想做？小人不必犹豫，你若想做，本侯自会为你谋划。但凭侯爷吩咐。